也找人为我祷告，就很希望神能够翻转他的生命。你不是死而复活的神吗？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的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候一下。听众朋友，你们大家好。好，欢迎雪伦师母啊和凯传一起在聊聊吧和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聊天那我们一直在聊的是我们的小宠物猫咪。我们知道最难过的一件事儿就是和我们所爱的人分离，最难过的一件事儿就是和我们所最爱的宠物分离。可是宠物呢，它总是要离开我们早一点的，因为它的寿命是很短的所以很多人不敢养宠物也是在此，因为他们很害怕这样的分离。有的人就是因为失掉了一只宠物，那在心里非常的难过，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再去养第二只宠物哈。那我不知道师母啊，你的那个小宠物猫啊，跟了你那么多年哈。那后来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能来讲一讲吗？分享一下我的猫咪，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我的猫咪一直都很健康，它基本上没有去过医院，没有生病看医生，它唯一去医院一次就是它要结扎那一次，所以它是一个很省事的猫，是一个很省钱的猫所以当它病了的时候，我傻住了，因为它从来没有病过，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你知道我的猫一直都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情感的支柱，它担负了一个很安慰我的心与我陪伴的一个角色跟责任。我不晓得如果它有一天不在我会怎么办我觉得神也知道，他知道这个猫咪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性所以我后来回头想想我才知道神有很奇妙的预备来帮助我面对猫咪死亡。怎么预备呢？在猫咪15岁的时候，我的 Kitty 15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境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猫咪死了，它像一只蝴蝶一样飞走了，然后讯息就是你要准备好。然后我醒过来，我就很担心第一个不能接受嘛，第二整天疑神疑鬼的看着它结果1年过去，2年过去，3年过去没事，可能我想太多了应该没事的，应该没事的。后来他19岁的时候开始咳嗽，咳得很严重就像我刚刚讲，他一咳我就咳了1个礼拜以后不对劲以前不这样的那带他去看兽医，结果兽医说你要验血，要照 X 光，在那时候已经移民过来美国了嘛他已经19岁了。然后在美国你也知道医院非常贵是这2个几百块，600、700块要至少要，然后结果他光是照了 X 光，那个宠物医生就来跟我们讲，你不用验血了，我们看过太多的猫，你看那个 X 光，那个胸腔都已经积水了，他活不了太久我那时候傻住了，就我一下子就要面对这个问题嘛。其实前面他在咳嗽的时候觉得不对劲，大家去看医生的时候心里有预感可是还是不能接受正巧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休假，要安排去附近的2个小时以外的一个城市去休假1个礼拜那个时候就遇到一个，其实都安排好了，就是谁来帮看猫、喂猫、喂它、换猫砂这按照我们平常旅游的安排都已经约好了，就遇到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陷入一个挣扎，是我们应不应该放掉这个旅游，因为旅馆也订了那旅馆是不能带猫去的，或者是留在家里后来我觉得想了很久，我说我不能让他待在家里一个人孤单的死，我一定要陪他最后一程。如果真的要发生的话，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但是我不能让他在家里面对他一个人孤单死去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就这也不容易的决定嘛，因为我先生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城市跟那个城市的兽医院
哪里可以安排火化，如果死了要送到哪里去，就是要规划一些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决定抱着猫咪，拉着笼子，一起去到这个几个小时外的预计休假的地点。那我们怎么做呢？因为我们住的是家庭旅馆哈，所以车子我们就跟那个管理人员讨论，我们把车子那时候是冬天哈，开进车库里面，然后插电，拉一个 heater 在车子里面过夜。我留在车上陪猫，我老公进去住啊，因为他就只能妥协到这了哈，他不能让猫进屋子，但是你猫放在车子停车库，他还可以接受。外面大雪纷飞嘛，对吧？然后我就在车子上面睡觉，陪着他。然后白天出去要上课、要旅游、要去参加教会，心里不放心啊，下载了那个远端遥控啊，用那个看着用那个 iPad 挂在车子上，这么先进。对啊，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手机去看它是动了是怎么样了啊，有没有在动？那时候他已经瘦的皮包骨，不肯吃饭，也不肯喝水，非常的瘦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那时候很伤心啊，其实一直祷告，然后也找人为我祷告，就很希望神能够翻转他的生命。不是死而复活的神吗？你可不可以救救我的猫？就有这样一个希望哈。那我先生也不说什么，他就是陪伴我。然后到那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哦，礼拜天哦，去礼拜早上都很紧张的嘛，时间那个地方我们又不熟悉，要提前去嘛哈。结果我老公就拖拖拉拉的，那天早上就跟猫道别了很久啊。那我们错过了赶去教会的一班公车，我心里还不开心，就哎呀你怎么结果我们没有预料到，那果然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等到我们从教会回来，进到车库，打开门，他不动了。我觉得这就像梦里面所展示的，它就像蝴蝶一样这样飞走了只剩下身体，灵魂已经不在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回过头来，我才明白神为什么用这多余的4年。我后来去查，原来猫咪的平均寿命就只有15年左右，那多余的4年是神恩典多给的，他用这4年来预备我，也用这多余的4年来建造我跟我先生的关系，跟我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的感情支柱是坚固的，可以撑得了这一根拉走。神帮助我去面对我猫咪的死亡，用了4年来预备，以至于我回过头来就看见神的恩典，就是那个神的爱包围住我，他的细心，他的考虑，能够缓解了我那个伤心。说实在还是很伤心的。然后我就想到马太福音5章4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看见以赛亚书66章13节也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体贴，神的细心，所以上帝用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来预备我的心，接受猫咪死亡那一天的来临。到最后的时候，我是心里充满感恩。我知道我遵守了我的承诺，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后悔。然后呢，那小猫咪也很贴心啊，它走的这个过程相当的贴心，相当的受到祝福。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听到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猫咪、他们的宠物在死亡之前生病了得到这个病那个病，拖了好久才最后死亡。所以他们因为爱猫，投入了很多的钱来治疗，那花了很多的时间，晚上都睡不好啊，猫咪哀嚎，人也受苦，宠物也受苦我这样对照起来，我才知道神在我身上是多么大的恩典。那猫咪一路都健康，一生病呢也拖得不久所以它也不是受太多苦，我也不会太有那样子一个悲伤太久，对吧？所以从它
诊断出来，知道没有救了，到他死亡只有1个礼拜。然后这个礼拜也预备我的心可以慢慢的接受，然后神用过去的4年也来提前来让我有心理预备。我觉得这样的恩典是神的恩典。真的是很感恩啊！听到刚才雪伦师母你这样的分享，这个猫咪它怎么样离开这个世上的故事，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的死亡，但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宠物也是要经历这个死亡。那死亡就意味着我们和一个所爱的生命的分离哈。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来到这个世上。他唯一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分离的问题，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将来虽然我们肉体是有这个死亡哈，就像猫咪它轻飘飘的离开你的时候，那种肉体和我们的分离的那个人与人之间肉体分离的痛苦，但是我们更加知道在神里面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永恒美好的生命，而且我们将会永远在一起，我们不会再分开了哈，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那其实我们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猫咪也在天堂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而且我们更相信神爱他所造的一切。那我们那么爱的这些宠物们，我也相信在天国呢，在我们永恒的国度，天父上帝一定会有他最美好旨意的安排说不定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在天国里面。这个是我们末后最大的期望盼望。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真的是爱你，一步一步的让你有4年的时间来训练你，来让你知道你的最终的那个爱，那个呵护是在耶稣基督里世上的一切都没有办法代替不管是我们的猫咪我们的宠物狗，或者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切的亲人父母，都不能代替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真爱，也不能够真的帮到我们在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好的功课，让我们来预备。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预备我们人生将来面对的那个死亡，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离开，或者是我们的亲人什么时候会离开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师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分享，谢谢师母通过小猫咪来教导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的人生的面对这种痛苦的死亡分离。谢谢师母。谢谢。好的。将你的爱分享。